其實這個新區的電量是沒有和城區連在一起的啊，只靠了幾個太陽能的發電板。然後我們今天主要在這裡多發展一點人口。這個地圖造了這麼長時間了，人口才13000了啊！來，我們來中間蓋房子啊，先在這兒來到中間，然後我們直接這樣啊，直接這樣繪制。我好像是不是沒有劃分區啊？不過就這樣吧，就這樣吧。這個區域呢，靠近路邊有一部分商店啊，這個位置也加上去吧，無所謂了。來檢查一下電量系統，目前這裡的電是連接在一起的，水源。那我們來到工業區，把這個污水處理啊先給安排上。污水處理現在在這個位置，排水量每周112000，把它這樣吧。工業區是不怕污染的，所以我們直接在這兒放一排是不礙事的，不會影響。OK。這3個水池站，由於我們的規模沒有達到啊，所以我們先把這個污水隨便的去放置，等後期我們城市規模大了以後，再為他們專門去制作一個水廠。至於這些市民飲用水的問題啊，找一下，我們可以把這個水塔呢放在我們小村莊裡面，1、2，直接放3個吧。OK， 可用水資源差不多可以把人口撐到3、4萬是沒有問題了。我們再來到城區看一下剛才新蓋的房子怎麼樣了。有的時候你看不規則的去蓋房子的話，也不影響整體的布局，只要把這個道路畫的稍微合理一點。我們作為經營黨的話，不要去在意那些細小的細節，把遊戲加速一下。現在有商業區的需求，那麼商業的話，這個位置我們是需要為他們安排一點普通商業的，因為在後期我們需要蓋更多的寫字樓。他們寫字樓生產的商品呢，只能賣給普通的商業。但是新手的玩家不建議這樣操作，這個商店呢會產生一部分的噪音污染。哎，檢查一下，開了真實人口以後，商店好像不用蓋的太多。74位工人，197位游客，26位工人。這工人數量是很多的，差不多把這個区域蓋滿了以後，我們能增加5、6萬的人口，肯定是沒有問題的。現在先把這個客流量給做上來，要不然的話太丟人了啊！你看啊，我們2個城區中間的一條馬路，現在車輛沒有那麼多。有同學建議我在這裡修一個立交的，但這個客流量有必要修嗎？我覺得這裡的立交我們先不做啊。這個區域的話，只有一點問題，就是高速上的車輛，他們想來大姐夫區的話，得先通過這個高速進入到我們的村莊，然後再繞行到這裡。為了避免他們走遠路，我們在這兒再開一個路口。這個鐵路要不要先把它給拆了？太難看了。這樣啊，我們先把遊戲暫停，然後呢，中間的2條道路，包括下方的鐵路，全部給它拆了。我們重新制作一下，要不然這個地形浪費的有點太多了。打開高速的選項，高速公路。6車道啊，不是這个，高速3車道應該是它啊。來吧，我們先從這個位置拉一條直線，然後下方的道路呢也拉過去，這樣可以平行一點。某一些節點就不用再調整了。再看一下下方的鐵路，這個火車道呢，它是一個雙車道啊，所以我們不用去考慮從哪個位置去拉伸。只需要計算好它大概的間距啊，然後好像是不是有點歪？還可以，就這樣吧。然後呢，通過這裡我們再用一個彎道把它進行連接，好像還得再需要刪除一節。OK，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啊。但是這個節點可能有點太醜了，把遊戲先繼續啊。OK， 就這樣吧。然後再來到上方啊，上方的話，剛才準備要畫立交的，旁邊的空地看起來是不是有點太小了？普通道路去連接立交的話，我們就用遊戲自帶的一個立交橋，就是遊戲自帶的一個立交啊，可能看起來會有點大，不過也無所謂了，我們這個地圖比較大。再把這個道路啊刪除4個節點，好像又回到之前了。那麼我們先開一個道路無碰撞的模組啊，然後把這個立交呢這樣去放置。再切換到普通道路，
然後呢，两邊的節點把它再連接一下，這個時候就比較好連接了。我去，我剛才繪製的馬路好像全部被我刪掉了。哎，不過這樣也好啊。OK， 再看一下這裡穿模的鐵路，這個鐵路，哎，我去。然後把這個鐵路呢抬高，讓它做成一個高架的模式。從這兒吧，從這裡開始畫直線。有了剛才的鋪設啊，這個時候就已經可以畫直線了。然後再檢查一下這個高度，可能和前方的這個高架會有點衝突啊！我去，這個衝突也太大了，大哥。所以這個節點啊，從這個位置開始，我們還需要把它再次的抬高。差不多了，已經不影響車輛通行了。然後這個方向呢，我們再讓它重新連接。正好過來了一輛列車，我們把遊戲繼續啊。這個列車是走的。然後大姐夫區去連接的話，我們得需要把這條路線刪掉。這個立交它是有兩條方向的，那麼我們可以點開一個單行道，把它切到一個3車道，然後作為一條單行道呢，這條路先向左邊延伸。哎，我們2個地區終於堵車了，我一下子增加了幾千個人口，現在終於堵車了。也就是說，我們這個高速修通了以後，它會緩解很大的車流量。右邊的單行道呢，從這個位置開始吧，把它這樣連接，2條道路就不讓他們進行交匯了。先從這個路口旁邊，我們開一條平行的路口，2車道，沒得問題。然後這裡中間留2格作為一個間距。OK， 通過這個單行道啊，這是一條上高速的車輛。那麼上高速的車輛，我們先連接一下，先讓離開城市的車輛有一條捷徑。然後右邊的2車道呢，繼續通過這個高架啊，它不是一個高架。我們從這個位置去掏隧道的話，這個距離有點近啊，掏不了。哇，這裡打亂了我的計劃。然後往下連接的話，這個路口又太近了。我們試一下，直接把它接個路口啊，去看一下效果。90度，就是看起來不太像一個90度。這個路口有點穿模，加一個紅綠燈。去加過了，那 CSU2 有的時候就是這樣。或者這樣啊，我們再整改一下，總感覺這個路口現在看起來太奇怪了，遊戲還得暫停。既然這裡不能掏隧道，那麼我們是可以把上方的單行道去進行架橋的。比如說，先通過這個方向，再調整一下左右入口，中間的節點刪掉。現在已經是一條直線了。然後這個間距的話，再把它抬高。1、2、3個節點去試一下，看一下這個高度。哎，我去，它有點影響。或者說，我們把它降一下。用這個高度呢，我們穿到2條高架的下方。哎，這樣是可以的，這樣是可以的。現在3條道路在不同的高度，哎，這樣是可以的。把遊戲再繼續，然後左邊的節點這個時候離得有點太近了啊，差不多是這樣一個間距，把它切到地面，再進行連接。然後下方呢，這個時候再連接就比較漂亮了。單車道從這兒切開入口。為了後期迎接更大的車流量，我們就把這個出入口做一個大環線啊，讓上下高速的車輛稍微繞一點點。那麼下高速的車輛，按照這個地形呢，我們先把 CSU2 給畫出來。差不多可以。這個位置做交通枢紐吧。3車道。來吧，大哥哥大姐姐們吶，我們檢查一下啊，檢查一下剛才蓋的房子都已經起來了。這個住宅樓怎麼回事啊？170個家庭，我去，為什麼我說現在為什麼有這麼高的辦公需求啊？我們来到下方，把這個區域，現在我們先畫一個大方塊出來，然後呢，把最高的樓可以放在中間。
如果說想做立體一點的话，这个高楼好像不能離住宅區太近，放在這格裡面，我們後期去做體育場就不太好做了。或者說我們把上方的道路從這裡再增加一格，那麼下方2格的位置呢，我們就可以放寫字樓了。來吧，我們找到自定義的寫字樓啊，辦公建築找幾個個頭稍微大一點的，比如說4×4，4×4，這個不是太大。看一下它可以解決多少工作，1021個工人，哇，大哥太嚇人了。它的電源的話，我們先這個位置先不發展，我們可以從這兒先扯一根電線桿。哇，來從這個方向來看一下，哇，太大氣了。然後我們再找一些沒有它高的，可以把它放在四周的位置。由於我不清楚後面高樓的規格，比如說這個10×8，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直接就把道路給畫完整，就先把它挨着放置。這是一個9×11，職位數量4085，大哥，這個1005，我就放置了2個高樓。現在我們城市基本上沒有工作需求了。哇，開了真實人口，有的時候感覺太爽了。